8月27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27、28连续2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讨论。中方最新发布的消息稿显示，王毅表示，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梳理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更好开辟未来，找到中美2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一是中美关系要保持正确方向，关键在于2国元首把舵引航。2是中美2国要避免冲突对抗，关键在于遵守3个联合公报。3是中美互动要顺利开展，关键在于平等相待。4是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巩固民意基础。5是中美双方要实现和平共处，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王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20届3中全会精神，强调这次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重要里程碑，为外界读懂中国提供了新视野，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方消息稿中，王毅重点谈及3方面问题，首要就是台湾问题。他强调，台湾属于中国，中国必将统一，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王毅还指出，国家安全需要有明确边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更要科学界定。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保护主义，只会损害全球绿色发展，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针对南海问题，王毅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美国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支持纵容菲律宾采取侵权行为。从王毅的相关的表态当中，既可以看到我们对美政策的延续性，与美国相处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同时强调2个大国之间是有合作的空间。那同时也再次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趋稳向好的这种期待，中方不回避矛盾，愿意把矛盾摆在桌面上，是防止误判的这种考虑。同时也告知美方，中美关系相处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美国不能选择性失聪。沙利文表示，美中之间有分歧、有竞争，也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竞争也应当是健康、公平的。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2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美国和中国将长久地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找到让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美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新华社公布的照片显示，美方除沙利文外，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都出席了会议。其中，康达和贝沙兰曾多次访华，2人都是非常资深的外交官员，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中文流利，是拜登政府内的知华派。深圳卫视注意到，康达和贝沙兰也出席了王毅和沙利文此前多轮战略沟通。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美方在多个敏感议题上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添加了负面因素。近期，美国加强对台勾连，美国会议员接连窜台，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就在上周，美方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为由，宣布制裁数十家中国企业，并将42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大选也是不容忽视的不确定因素。拜登在任期即将届满之际，派出得力干将沙利文访华，如果能够稳定住中美关系，将留下非常可观的政治遗产。
此外，在美国大选进行之际，拜登政府对国际事务抽身乏力，因此将稳定美中关系作为平稳过渡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手段。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将参加下个月与对手哈里斯的辩论，这将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交锋。当地时间27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同意于9月10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参加美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电视辩论。届时，他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正式对垒。若相关安排达成，这将是哈里斯接棒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二人首次面对面交锋。特朗普表示，此次辩论的规则将与上一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的其与拜登的辩论规则相同。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在整个辩论期间保持静音，除非轮到候选人发言，且全程没有演播室观众。特朗普对这场辩论的态度在24小时内发生180度大转变。就在1天前，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美国广播公司存在偏见。I want to have a fair debate. And you know, they can ask me tough questions. I don't mind. I think I've heard them all from you. I hear them every day. But I think it's very unfair. 此前，对于麦克风静音安排，哈里斯团队存在异议，认为应该全程开麦，让两位候选人能够随时插话。在与特朗普当面舌战之前，哈里斯将在29号与竞选搭档沃尔兹亮相摇摆州佐治亚州，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访问，预计将进一步阐述其政纲。哈里斯目前在美国多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基本与特朗普持平，民调支持率平均值的领先优势在1.5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多个摇摆州，哈里斯也保持微弱优势。然而，大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距离投票日不到3个月之际，两名前民主党人转投特朗普阵营，包括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小罗伯特·肯尼迪和民主党籍前众议员加巴德。现年70岁的小肯尼迪是已故美国前司法部长、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之子，伯父则是1963年遇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尽管小肯尼迪出身民主党名门望族，但近年他在民主党内部的民意支持率并不高，反而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群体中更受欢迎。去年10月，小肯尼迪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争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本月23号，他正式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转而支持特朗普。In my heart, I no longer believe that I have a realistic path to electoral victory. I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有分析认为，小肯尼迪的突然退选对今年美国大选的整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自身支持者将会被分散，将有超过1半的人转向特朗普，而只有约1/4会转向哈里斯。这表明，小肯尼迪退出选举，特朗普或能在一些关键摇摆州实现逆转。It's slightly helpful to Donald Trump.But I think overall, this is going to be a close race between the two candidates, the two parties. 另一位被特朗普收入麾下的民主党籍前众议院议员加巴德，也于当地时间26号在底特律公开为特朗普站台。Today, as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us facing multiple wars on multiple front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m committed to doing all that I can to send President Trump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27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率领此行的是该联盟会长、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日本执政党内在任时间最长的前2号人物，二阶俊博是著名的知华派，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8月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赵乐际表示，中日4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和平、友好、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深度交融，双方完全有条件，也应加强合作，相互成就。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欢迎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方各界朋友多到中国参访，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二阶俊博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希望推进日中民间交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愿为促进日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此前一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率领的访华团。刘建超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关键阶段，希望双方加强全局性、战略性沟通与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二阶俊博表示，此次时隔5年再次来华访问，也是他就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以来首次访华，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同中方深入对话，推动两国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为深化两国政治、经贸、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创造条件。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其实刘建超部长访日期间也曾专门与二阶俊博举行了会谈，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特别是党内高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这个其实也能体现出我们中方对于这个日本友华势力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和支持。二阶俊博一行是近2个月来第3个访华的日本高级别代表团，也是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时隔5年再次访问中国。访华团成员还包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以及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等10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一行。行前，日本共同社分析称，因应局势变化，近年来中日官方对话渠道狭窄，难以进行危机管理。当前两国间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导致的中国进口限制及签证政策变动等。日本经济新闻称，希望能以一元外交为立足点，重新拓展与中方对话的渠道，推动解决两国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27号的记者会上提及此次访华行程，强调去年中日双方重申战略互惠关系，并致力于建立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稳定关系，希望借此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样的一个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形式呢，涵盖了日本的朝野不同政党，我觉得也有助于日本政党这个之间吧凝聚一种就是说对华的认知和共识，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中方了解日本执政党包括在野党在一些这种对华问题上的一些这种立场和看法。二阶俊博27号抵京后，先是来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路搀扶二阶俊博走向会议室，双方落座交流。现场画面显示，二阶俊博虽然行动稍显蹒跚，但精神状态依然矍铄。他在发言中回顾起过去多年的访华经历，表示自己始终致力于日中两国的世代友好。2015年の訪中の時に習近平主席自らが私たちに対するスピーチで述べられた一節、先人が木を植え、後人が木の陰で涼むに深い感銘を受け、今回特に希望して私たちはこの地にこのゆかりの木を植え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世世代々での日中友好を願い、心を込めて植樹を実現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二阶俊博一行随后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种下象征中日友谊和和平的樱花树苗，寄托对两国关系的良好祝愿。二阶俊博还提到，今年9月，日方将接待来自清华大学100位学生的访日代表团，希望两国青少年能增进交流与相互理解。在日本自民党即将举行选举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受到广泛关注。当前中日关系处在相对低潮阶段，日本政界担心，如果对华关系继续恶化，将对其国内经济、政治各方面带来较大负面影响。据披露，作为日本政坛资深知华派代表，二阶俊博也被日本政府赋予了进一步对华沟通的特殊使命和期待。
然而有观察指，日本当前整体对外政策随美起舞。其上月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保留了去年视中国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的定位，首次警告中国军事活动增加或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则是其对华态度的鲜明体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期间，向总统拜登及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一份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计划。他表示，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是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要点之一。但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承认，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泽连斯基27号宣布了一项乌克兰胜利计划。他说，与俄罗斯的战争最终将以对话结束，但基辅必须处于有利地位。乌克兰不准备用领土妥协来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说，基辅3周以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是该计划的一部分，但该计划也包括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其他措施。泽连斯基表示，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下个月，泽连斯基将前往美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准备会见拜登，向其提交该计划。他还将与2个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讨论该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6月表示，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乌军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4个地区全面撤军。泽连斯基则坚称，俄罗斯希望在战争解决方案中向乌克兰强加条件，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特朗普此前一直强调要收回对乌克兰的承诺，并称赞了俄罗斯军队的作战能力，还表示如果胜选，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因此，有人认为泽连斯基9月的行程是寄望于拜登，希望他能够效仿前任总统们，利用任期的最后几天发挥余热，但实际上拜登能做的非常有限。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所谈的内容并没有任何新意，只是把以前老生常谈的内容给整合在一起，更易于理解。实际上，今年7月，泽连斯基就表示会在11月前做出一项和平行动计划，还说俄罗斯代表应出席峰会。当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在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地区后，谈判已无可能进行。拉夫罗夫27号进一步声明，如果乌克兰和平峰会与第一次的一样，俄罗斯不吃这一套。对于谈判的可能性，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西方希望调解乌克兰危机并使欧洲局势正常化，那么就需要做到谈判桌前开诚布公的交谈，而不是单方面同意泽连斯基方案。他要达成这个目的呢，是有非常大的挑战跟困难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势力呢就比较弱啊，俄罗斯呢现在他正在准备集结要来加以反攻，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边啊，确实他的这个胜算并不是太高。而作为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的要点之一，也被认为是逼迫俄罗斯妥协的重要筹码。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顺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已将3万名士兵从其他战线转移到库尔斯克方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目前，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采取行动，控制了1294平方公里土地和100个定居点。此外，还俘获了594名俄罗斯军人。不过，瑟尔斯基承认，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达成。他表示，该行动的目的是吸引乌东俄军回援，以减轻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的压力，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瑟尔斯基承认，俄军还在集中力量进攻波克罗夫斯克，形势对于该地区乌军部队而言相当困难。乌军指挥部正在尽一切可能稳住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成员阿列克谢·贡恰连科表示，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乌克兰军队的处境已接近灾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26号使用了首批援乌的 F-16战机拦截并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但问题是，目前乌军只接收了10架 F-16战机，与泽连斯基期望的数量相距甚远，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更为灾难的消息是，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斯27号表示，波兰决定停止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他强调，波兰已向乌克兰援助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但波兰不能再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法国巴黎检方28号宣布，此前在法国被捕的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当天结束羁押后被起诉。他在司法监控下获得保释，但不得离开法国，并需要支付500万欧元的押金，每周向警方报到2次。法国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电报平台上涉及诈骗、贩毒、有组织犯罪、儿童色情、宣扬恐怖主义等不法行为。杜罗夫被指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阻止这些罪行，涉及洗钱、利用在线平台进行非法交易等6项罪名，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刑期，以及高达50万欧元的罚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表示，杜罗夫被捕一事令俄法关系降至最低点。法国是按照某方的建议逮捕了杜罗夫，其目的是获取电报平台的加密代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政府对杜罗夫的指控非常严重，法方必须提供确凿证据，否则就是企图限制言论自由。杜罗夫生于俄罗斯，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于2013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创建电报，如今电报总部位于迪拜，是俄语地区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也是乌克兰危机中俄乌双方重要的发声平台。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束1个多月后，新一届政府组建仍止步不前。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重申，为了法国的稳定，他拒绝组建左翼政府。与此同时，现任总理阿塔尔担任看守政府总理的时长已创下战后纪录。经过2天的磋商后，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发表声明称，他不会任命一个由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领导的政府。尽管该联盟在选举中赢得了最多选票，马克龙认为由其执政将威胁法国的机制稳定性，这也就意味着马克龙对潜在的左翼政府关上了大门。就组建新政府，马克龙27号开启了与各党派领导人和政界人士的新一轮磋商。外界注意到，他没有邀请新人民阵线中的不屈的法兰西党以及极右的国民联盟，此举引发左翼愤怒。部分左翼呼吁在9月7号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武力政变。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为首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在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败北后，马克龙宣布解散议会并提前选举。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正是在当时为对抗法国极右翼势力崛起而组建的。在上月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中间联盟联手左翼联盟成功阻击极右翼势力的扩大，新人民阵线成为议会第1大党团，但因未获得过半议席，无法独立组建政府。马克龙已于7月下旬拒绝了新人民阵线提出的总理人选。37岁的经济学家、公务员露西·卡斯泰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巴黎奥运会举办期间需要看守政府继续主持政务，以免出现混乱。其实从一开始，马克龙就并不想从左翼联盟中选取一位人来出任总理。马克龙的这个布局呢，其实就是争取一定的时间，让各个党派之间重新整合，然后希望从此呢引导这个形势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发展。目前，马克龙任命的复兴党成员阿塔尔仍为看守总理。由于新总理迟迟难以出炉，阿塔尔领导的看守政府履职时长已经创下2战后新纪录。大约1个月后是法国政府提出2025财政年度预算草案的最后期限。外界担心眼下的政治僵局可能带来经济失序。由于3大阵营都没有取得绝对多数，法国很可能将组成一个动荡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意味着来自不同党派的总统和总理互相制衡，总统的行动范围将受限，各种政策的推进可能会更加缓慢。而未来政府的脆弱性将导致法国社会政治2极分化的加剧，这一点在选举中已经表现出来。这也将使法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下降，法国在国内和欧洲范围内都将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